实的留下随身财物，否则要你们脑袋！走吧。走。闪开！大人来了！让一让！哦，大人，你看，他果然已经到了。元芳啊，这才叫兵贵乎神速啊！卑职蒙洛州刺史曾大人见召，敢不从速乎？罢了，无端一时，皇家卫率领袖李大将军，学生可是做了个僭越之罪呀！元芳，怎么样？有何发现？大人，您看，这把刀没有开刃，刀尖儿也是钝的。不错。三柄钢刀都没有开刃，真是不可思议啊！就现场的情状来看，3名死者真的是被人当场踢成白骨。啊，大人，卑职也是这样认为。不仅如此，从墙上的血肉痕迹及死者白骨上的刀痕可以断定，凶手绝不是杀人后慢慢将死者踢成白骨，而是在死者活着的时候瞬间完成的。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今晨尹某之间，行凶之人走进柳条巷，突遭3名持刀强盗的围抢。这一点从地上没有开刃的钢刀可以得到证实。恩师，您的意思是，地上这3具白骨是持刀的强盗？不错。可恩师，这3把没有开刃的钢刀，怎么能够证实这一点呢？是啊，大人，我也不明白。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完全可以想到，只是你们心中有一种常人都会有的同情心理，先入为主地认为死者肯定是受害人，对吗？是，也许吧。这样吧，元芳，我给你提个问题：如果换了你，拿着一柄没有开刃的钝头钢刀，深夜跑到街上，你会做什么呢？拿着钝刀上街，肯定不是为了杀人，会不会是为了卖刀啊？半夜出来卖刀？啊，确实晚了点儿。大人说的不错，这3个人拿着不开刃的钝刀，是想吓唬半夜过路的胆小行人，抢劫财物。没想到他们碰到了一位末路豪强，就在他们将此人围住的一瞬间，
此人拔出了随身的武器，转瞬之间便将3名强匪踢为白骨。这一点从地面和墙上四溅的血肉可以得到证实。如果行凶之人是将死者杀死之后再行剔骨，墙面上是不会见有血肉的。有道理，可是我还是难以置信，这世上真会有这样的人？曾兄说的不错，行凶之人刀法之精，力量之大，速度之快，都是卑职平生仅见。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殿下，你说那些洛州刺史府的官差是冲咱们来的吗？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才到了3天，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他们怎么可能知道？难道是那天夜里我们在南市杀掉那3个强盗？可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他们怎么会联想到我们身上？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说世上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一定就是狄仁杰。惊动了狄仁杰？北山，太子殿下，此地不能久留，我们要马上离开。难道这里也不安全吗？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此案是由发生在南市的一桩凶杀案引起，由洛州刺史府经办的，而洛州刺史曾泰就是狄仁杰的学生，由此推断，狄仁杰很有可能介入了此事。真的惊动了狄仁杰？鉴于这种情况，为慎重起见，请殿下莫辞辛劳，立刻随我离开此地。好，我们要到哪里去啊？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了殿下自会知道。马车已在后门等候，为不引人注意，我先出去。你们收拾妥当后，到后门上车。辛苦你了。哦，对了，吴乐志，你去告诉北山，那辆善金局的马车还藏在后院，请他处理一下。是。帽下的这张脸，我一定认识。当我用刀挑开你的风帽时，我会大吃一惊的。哼，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就是柳条巷剔骨案的凶手。你是谁？抓你的人。喂！
事？大将军，刚刚有人抢马跑了。地府啊，地府，灯怎么灭了？地府，看起来我没有选择了。说的对极了，因为你也令我们没有选择。好吧，我送你们出城。非常好，我喜欢这种态度。嗯。你想把她怎么样？当然和我们一同离开。她可是我的妻子。好了，国老，立刻让家人备马。记住，不要耍花招，否则休怪我杀母无情。走，我们走。站住！什么人？我狄仁杰。哦，国老啊，怎么要出城？当然不是。你不想活了？叫他打开城门。众军显神，擒拿逆贼！
切小心！这样一发，不愿见这么厉害，了不起！拿下！走，走！太厉害了！二队把守四围。走。怎么样？没想到吧？你早就知道我会去府中找你。大将军王孝杰在西市的三仙观找到了我留给中士的名帖，这令我感到非常诧异。在搜查三仙观时，公主无意间说起她逃亡之时，曾看到2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在那里接头，其中一人称另一人为南山。联想到放在三仙观中的名帖，我立刻想到了你。全城戒严之后，你一定与南山取得了联系。他告诉你，圣上与我便宜行事之权，只有挟持我为人质，才能够将你们安全送出城去。于是你便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故意留下名帖，引我前往三仙观，而你们则在南山的掩护下潜入我的府中，守株待兔。不错，想通了这一点，我立刻命令曾泰持我大令，调集南衙进军，而如燕则来到城门等待追回银马车的李元芳，让他暂且不要回府，在此埋伏。什么？你知道了银马车的秘密？当然。老实点，站好了。老实点。请大将军夜看马车。张环在，带上10个人把马车抬起来。是。来，1、2、3，1、2、3。李将军，抬不动啊！闪开！撤！果然是银马车。现在银马车应该已经回到了洛州刺史府。查尔汗，圣上待你天高地厚之恩，你竟然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今事情败露，而已成过街之属，可笑你还不思悔过，竟然挟持宰相，意欲逃出城去，继续奸谋，真是不知天理昭彰。听我好言相劝，立刻将奸谋和盘托出，供出同党南山，或许尚可开脱1、2，否则一旦天威降临，儿就是粉身碎骨。想从我的嘴里套出真情，你休想！天敌大，沙尔汗今日落入你的手中，开刀便了。你可真是嚣张啊！
可能你没有想到，我命孝杰进宫请来了圣上，观看这场好戏。有话，你就和他老人家说吧。有请皇帝陛下。怀英，今夜的事情朕都看到了，你果然没有说错。沙尔汗，你这个逆贼，辜负了朕的信任所托，拿着朕对你的宠信当做阴谋的筹码，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来问你，朕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何要行此悖逆之事？陛下，就不必多问了，臣只求速死。你，来人，将此贼乱刀分尸，剁成肉泥。是。请陛下息怒。怀英，你还有何话说？沙尔汗身上还隐藏着一些秘密，事关两国合议，能否待臣审理完毕后再行处置？也罢，你半月之内连破其案，劳苦功高，此事便由你来处置吧。臣遵旨。师傅，夫人，过来。你还好吧？这个人，他不是我丈夫沙尔汗啊！你说什么？这个人不是我的丈夫。狄仁杰，你的末日就要到了，就要到了！掰着手指都能算得出，你会比我死的惨10倍、100倍！哎！抓住他！站住！站住！站住！他死了。大人，他将毒药和纸条一起塞进了嘴里。洛阳东120里上。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郭老，昨天夜里，我从您府中回到家里，这几日，你好像很忙啊。谁？你是谁？你是人是鬼？你说呢？我不是在做梦吗？当然不是。你没死。是的，我没死。
最近，你似乎和狄仁杰走得很近。狄公果然没有说错，你就是善君举血案的罪魁祸首。是的，他说的没错，但你做错了。你不该引他搜查后花园，更不该将我们的事情告诉他。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你不是沙尔汗。怎么了？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你不是我的丈夫。因为我的脖颈上没有那颗大黑痣。你是谁？你是谁？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我的丈夫竟然被换掉了，我竟然和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大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又是人皮面具？大人，好，岳苍，曾太，验尸的结果怎么样？让验尸官说吧。经检验，死者脸上肌肤骨骼均属真实，并没有人为改造之迹象。哦，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是。大人，想不到案子破了，事情却越发的扑朔迷离了。铁勒曾经说过，阴谋的核心是针对吉利可汗和我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此案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刚刚破获的银车大案只不过是个序幕，真正的阴谋还没有开始啊！还没有开始？假扮沙尔汗的人是谁？真沙尔汗在哪里？他们又为什么要换掉沙尔汗？从假沙尔汗的口中抢下的纸片上，有几个字尚可辨认：洛阳东120里上。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兄弟们，快调车！哦，啊！
来，疏散人群。是。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啊！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人。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是这样，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那么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吧。我叫张乔，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叫什么名字？有老道牌香烟吗？我想抽支烟。没有老道牌，只有好的门。对不起，我只抽老道。姐夫还好吗？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你是晏双英同志？是的，我就是晏双英。你是张乔同志？正是。南江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呢？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江的？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2天到达南江。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江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物资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江财委会。你们考虑得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接火车的是什么人？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光复社。光复社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江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就是为了这个。我想到了，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是的。你一个人？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2个工人帮助我。你们4个人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怎么，不太相信是吗？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确切地说，是我一个人。他们3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你一个人？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财委会细谈。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源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物权。他是谁？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物字辈的大哥。哦，你怎么知道？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正是，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通字辈，比物字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何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归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你看到的这张1000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圆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
这张表格说的是1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哦，周一是600元买1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1块了。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公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哦，陈公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1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3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周。这群畜生！另一方面，陈公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圆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哦，为什么？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古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小英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哦，有效果吗？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的名单，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公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民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2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2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这就是假钞的模板？正是。狡猾的陈公鹏不愧为反侦查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组成了2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2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公鹏，由陈公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的潜伏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是的，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正是。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来，
我们坐下说吧。好。几个月来，我们前后派遣了5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完了，完了，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公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华东财委的内参，上面详细记载了华东财委侦察员晏双英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我这才决定请你到滨海来，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公鹏为首的大批黑帮分子。我明白了。黑市银元交易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陈公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双英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这个东西我见过。你说的是假钞模板？你真的见过？是的。在哪里？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5号包房内有人喊叫。找到了！老鲍、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双英，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是的。走，我们马上去看。货到了吗？社长，出事儿了！好，刚刚1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火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物不知去向。什么？不知去向？1号说，可以肯定，劫持火车的是四海洪门会的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1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 1号没有说。
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个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个正着。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哼！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董妈，对，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洪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是社长。社长，1号已经动手了。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2天就会有消息的。快，再快点！是哪节车厢？老张，老张，王站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我来看看现场，你去休息吧。好，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好的。就在5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这就是假钞模板。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你是在哪儿发现的？在9号车厢的5号包房中发现的。走，去看看。这就是5号包房。双云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